他藏在山洞里的那份情报，就是那个风筝送到曾家岩50号的。谁是风筝？哎呀，毛座，他一个交通员，风筝是谁，怎么能轮得上他知道啊？这人倒霉啊，放个屁都他妈歇脚面，谁能想到他他妈死了他？这人好好的，怎么就死了呢？是啊，这无非有2种可能：自杀、他杀。兄弟们冲进山洞的时候，一看他整个人都着了。后来，我们把山洞前前后后、里里外外、左左右右检查了一个遍，也没发现第2个洞口，更没有发现有外人。见鬼了？是有鬼。这个无福总不会是人体自燃吧？老六啊，你说他搞了什么手脚呢？人体炸弹？哎，那不会。有炸弹，你想想，他能瞒得过弟兄们的眼睛吗？毛座，你不是知道这个鬼是谁吗？你还记得亚德利吗？啊，记得。这个破译专家，号称美国的黑史之父，你怎么想起他来了？就是突然想起他了。您不会是想到了他的纵火铅笔吧？什么是纵火铅笔啊？毛座，你考我，是要我给您补课？体弱的人都怕冷，穿上吧。亚德利做顾问的时候带来了纵火铅笔的制作技术。首先，蒸化铅笔上的粘胶，使其一分为2，把中间挖空，塞入燃烧玻璃管，再用胶水重新将铅笔粘为一体。用的时候啊，只需折断笔头，让空气进入玻璃管，这时呢就会流出一种化学药水。它实穿了一个薄铜盖，与第2种药水相遇，就会产生烈火。你是说有人将纵火铅笔折断了笔头，藏在了吴福身上？风筝就隐藏在咱们中间，还有什么事儿是不能发生的呢？那这风筝是谁呢？就是我。你是风筝？我的嫌疑太大了。为了防止情报外泄，我独自审的吴福，他的口供只有我知道，所以我得杀人灭口啊。还有，在去山洞的路上，我离着他最近，而且还给了他一件外衣。你真的是风筝？真是。哎，毛座，你哭什么呀？老六啊，老六，你怎么会是风筝？你怎么能是风筝啊？别人都可能是，你不可能是，你不会是。你要是风筝，这党国的颜面何在？戴老板的颜面何在？而且这次审讯吴福的任务又是我交给你的，你要真是风筝的话，我虽位卑言轻，不敢说颜面2字，但也难逃连带的罪责呀。那么多人看我不顺眼，如果再出这事儿，
我命休矣呀！哎，宝座，你不会的，我会看相，你命很长，而且会官运亨通。好了，老弟，你就别跟老毛开玩笑了。我不相信，我还能相信谁呀？我实话告诉你吧，你从影子那儿带回的情报，除了共党中央撤离延安部署之外，还有就是通报了风筝潜伏在我军统高层一事，这和吴福的供词是一致的。那我要是贼喊捉贼呢？你怎么会是贼呢？你要是贼，你何必把吴福的口供告诉我？人已经死了，死无对证了。那毛座儿，接下来该怎么办？这吴福我是秘密逮捕的，原本指望着他给我带来业绩，现在人已经死了，而且是这样的死法，偷鸡不着，我不能再十八米。那这事儿就算过了？难道老刘你不想过这关？郑耀先万万没有想到，自己做好牺牲准备，想不顾一切去搭救的同志，却是一个可耻的叛徒。为了保全情报，并防止吴福泄露我党机密，只能杀死他。这个抉择让郑耀先苦不堪言。组织上也许并不清楚吴福已经叛变，最终仍然会将这笔血债记在自己的头上。这个时候，郑耀先格外思念起老陆。这么多年下来，如果没有陆汉卿经常给他擦屁股，他早已万劫不复。打扰哥哥了。公叔啊，这算什么打扰？我本来就是一个无趣之人，也不好交际，平时就好看个兵谏、马衣柳庄什么的。哥哥对命相的研究，在咱军统闻名遐迩。是不敢当，不过倒真有一事，一语成谶。何事啊？戴老板命中缺水忌土，故才将原名戴春风改为戴雨农。以往出去执行任务使用化名，也总用一些水汪汪的名字。秘书处去年为他草拟今年用的化名时，一个姓袁的小子鬼使神差，竟想出了一个缺水而多山的名字——高重月。如果没有这个化名，老板也许不会死。这就是命。你找我干什么？啊，给咱们行动队补几辆车。你的副手简直也是自家兄弟，他难道没有告诉你，你们用车不用跟我打招呼吗？他好像不大愿意理我。是不是你忘了跟他投名帖啊？哦，难怪这样。是我没分清长幼，他怎么好跟我说话？你瞧这误会闹的。哎，你一会儿啊，叫你的手下过来把车开走。上峰已经通知过我了，叫我这次啊，全力配合你。哪里话，自家兄弟还分什么彼此呢？该怎么办，还是哥哥你说了算。哎，你说这抗战刚刚结束，还没消停几天，关外大打，关内小打，这共产党真是跟咱们杠上了。这次是罢工啊，还是学运？按规律，他们刚闹完罢工，接下去就是学运。这次谁负责？毛座亲自主抓。这次的学运啊，
是女学生闹起来的。他们反对政府对中学毕业生搞集训，以致电各界呼吁舆论支持。就连共党的《新华日报》也发出了社论，公开指出，不停止集训，必自食恶果。那个共党的美女新闻发言人龚鹏，还把这些说法通过美国记者发表在了外电上。毛作什么意见？他哪管别人说什么，2个字：反击。把学生当中的异己分子揪出来，先压后杀，给工党一点颜色看看。打击共产党我不反对，但毛作。毛作这人好推卸责任，见好就上，见祸就躲。要万一真出点什么事儿，他一定会找一个替罪羊。兄弟，你自己当心。我建议你啊，去找一下六哥，跟他说说情况，听听他的意见。多谢哥哥教诲。义乃同胞，别客气。六哥，你还跑来看我干嘛？我怎么就不能来看你呢？吴福的事儿是毛作特意叫我办的差，给人家办砸了，赋闲在家，算他是好人。现在是非常时期，你要学会站队，而且要站对了队。我站对了，就站在六哥这里，六哥的队就是对的。一个人屁股再大，一次也只能坐一把椅子。我坐的就是六哥的椅子，六哥的兄弟坐的，都是六哥的椅子。你找我有事儿吗？女中还有同文中学的女学生要闹事，上峰指派咱们去镇压。是党国要员经常出入的那2所女校吗？是的。毛作派你们去的？故来请教六哥。军统这么多人，为什么非要派你和孝安去呢？他的这点心思，你还看不出来啊？所以我怀疑，是毛作想要拉垫背的。这些女学生身后都有背景，弄出了事儿，责任肯定是咱们背。公叔，别说话没遮没拦，没准老毛正在偷听呢。自打吴福出事儿，这屋子里又多了些东西，我有屁都不敢放了，唯恐屁声一大，震聋了正在监听的兄弟们的耳朵。他不至于连自己手下都信不过。对您六哥，他也监听。算了，他愿意就让他听吧。有些人天生就爱听别人的墙根儿，这是什么毛病？哼，变态！变不变态的咱先不管，总之你们要小心，老毛属于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的主，卸磨杀驴的事儿他可没少干。瞧这事儿闹的，误会，纯属误会。科长，要按六哥的话说，咱们是不是也得跟着倒霉啊？你就把自己当聋子，什么也没听见。跟六哥斗，我还没听说谁能有好果子吃呢。女学生，老毛让我们对这些女学生下狠手，干这种缺德事，一定会折寿的。就算是折寿，也要稳定住党国这点来之不易的基业。5月5日，国民政府就要还都南京了。裴委员长临走了，裴都还给他留下些不痛快。郑耀先有了主意，他知道自己给延安传递情报的机会来了。他是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人，
但往往出奇制胜。同学们、同胞们，抗战胜利了，和平了，不需要再打仗了。可就在这个时候，国民政府偏要我们全体学生搞集训，要扩充军队，目的是什么？难道不是司马昭之心吗？我们用痛苦和血泪熬过了艰难困苦的8年，中国人民精疲力竭，再也折腾不起了。我想大声地问一句：究竟什么时候，在中华民族这片满身疮痍的土地上，老百姓不用担心生命朝不保夕，家庭流离失所？究竟什么时候，老百姓可以安居乐业，吃上1顿饱饭？苍天北冥我中华大地，少年中国绝不能再让独裁者拖进战乱，造成今日之老大中国者，则中国老朽之冤业也；指出将来之少年中国者，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。民主万岁！民主万岁！万岁！民主万岁！民主万岁！传单上是我起草的告同学书，今天说出这番话，做出这件事，我就已经做好了流血牺牲的准备。早上走出家门，就没想过晚上再回去。父母大人，女儿可以对你们不孝，但绝不能对民众不孝。来吧，你们可以抓我、杀我，但是你们阻止不了我的思想、我的声音、我的行动，阻止不了中国人民需要民主自由的决心。我死不足惜，我唯一放不下的，就是我死后，有谁来继承我未尽的事业？有谁？民主万岁！反对独裁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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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景之，把外面的兄弟都招回来，有行动。哎呀，我说孝安呐，你说你这没眼的石匠瞎造什么呀？是六哥，龚队长还没发话呢。这就是六哥的意思，赶紧的。行，我知道了。弟兄们，共党游击队给我下达了追杀令，想要我的脑袋呀，可我偏不给。当年日本人都没能拿走我这颗脑袋，今天共党也别想拿走。现在的问题是，人家要我不给，你们说该怎么办啊？为六哥马首是瞻！为六哥马首是瞻！从今往后啊，弟兄们呢，要多帮衬公叔。孝安简之，到。从今天起，我垂帘听政，以往怎么对付闹事的共党，都由我说了算。现在规矩得改改了。灭杀异己，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。公叔，到。该如何处置，你来决定。多谢六哥赏识。弟兄们，不是我们想找麻烦，而是共产党非要跟咱们过不去。你们说该怎么办？宁肯错杀1000，莫要放走1个。这次行动，我们一定要讲究分寸。中统喜欢打黑枪干湿活，我们跟他们不一样。这脸面，该要的还得要。混在学生队伍当中的我们的兄弟，万一被人识破了，那你只能承认你是中统。这原因我就不说了，我想大家都心知肚明。这小子他们非君子可不是一般的阴啊！我们也当一回笑。米饭咱们吃，黑锅中统背。少说2句。
怎么样？有什么问题？没有。执行吧。我们要自由，反对独裁，万岁！要民主，要自由，自由万岁！民主万岁！反对独裁，我们要和平。政府进入中国共产党，打倒国民党独裁政府，进入中国共产党，打倒国民党独裁政府，进入中国共产党。老子做啥关你屁事！打倒国民党独裁政府！正在进行合法的集会游行，请你们离开好吗？离开！你个黄毛丫头，真不知天高地厚。你又不是老子媳妇儿，让老子走，老子就得听你的。请你们离开！你年纪轻轻，模样挺俊的，不想着赶紧找个有钱人家嫁，跑着大马路上来，好露露面，做啥？你这个流氓，给我滚！我流氓？我怎么流氓你了？既然你这么说，我还就流氓。你这，干嘛？干嘛？发现了3个窃听器，都被我拆了。那毛总不会不高兴吧？他不高兴怎么了？我有屁不能憋着不放啊！不放还不给憋坏了？你怎么了？不忍心了？参加游行的都是些普通的女中学生，不谙世事。刘哥，要不然教训一顿，把他们放了吧。我知道，在燕京大学的时候，你也是一位爱国的热血青年，参加过129学生运动。是啊。看我们这一行的，就是国家机器啊。做国家机器，这心里不能再有自我情感，那简直就只剩下铁板一块了。我现在连自己是人是鬼都快分不清了。这怎么行啊？从入行的那天起，我就认为我自己已经死了。没有这样的信念，这往后的日子怎么熬得住呢？怎么样，有开口的吗？那些个女学生，一进看守所，看着这老鼠，都吓得嗷嗷直叫，哭得昏天黑地的。别是些爱热闹、追求时髦的富家千金吧？能进这2所学校的，非富则贵，否则也上不起这个学啊。有没有军方背景的？有，他们都是待字闺中的小姐，不是谁家的未婚妻，就是没过门的姨太太。啊，这些人，上一代信奉3民主义，这一代就成了不二什维克。刘哥，这事儿恐怕要闹大。怎么了？围堵看守所门口的人，仗着背后有靠山，直接往里冲。
兄弟们实在扛不住了，就放了几声空枪，这也没能把他们唬住。遵照您的命令，屡劝不止的，只好抓了。刘哥，这我还是没有闹明白，您扣留这些小姐，到底有什么打算？你不明白？他们当中有共产党吗？这个倒还没有发现。不过某些人的言论很激进，就比如那个在街头公开讲演的，叫冷梅山的女生。那就赶快查。是。毛总，毛总，咱们出不去了，大门被堵了。啊！大某，活该人家做教的要取缔军统，达到特务。我看军统就是杀人魔窟，血迹斑斑，心理事件，臭气熏天。你就是杀人的刽子手！打！快说，打来打去，报告！打来打去，报告！毛总。刘哥，军方出面了，有几个老将军冲进毛作的办公室，把他骂得狗血淋头，身上也挂了彩，还叫他毛龟。军方都是什么人啊？来的就不说了，都是早年间跟随委员长打天下的老臣。至于那些战区司令、兵团司令的电话，都快把毛作办公室的屋顶给掀了。他们这是要造反。刘哥，您看，咱们是不是也见好就收？收什么？不了了之？这以后还能出门见人吗？可要这样下去，毛作那张脸也不用见人了。让唾沫星子就给洗白了。你刚才说，打电话的人当中，有兵团司令，何许人？第一兵团汤司令，第三兵团欧司令，还有郑州绥靖公署的刘主任，准备围剿延安的李师长。他们是在给谁求情？汤司令是给他的表侄女儿，欧司令给他的外甥女儿。那个李师长自感分量不够，又托了刘主任和胡将军，给他没过门的小媳妇儿。李师长可是王牌军团，如今正重兵把守在陕北共党突围进山西的出口。胡宗南前不久，不是向委座提出了攻略陕北作战计划吗？要采取黎庭扫穴，指导延安的闪击行动。这都要进攻了，还守什么？不明白吗？我们得给那些阔小姐留点案底，否则在战场上杀红了眼的那些家伙们，一旦卷土归来，就会腾出手来，明目张胆地找我们的麻烦。六哥高明。怎么了？这还没审呢，吓昏过去。那就等醒过来再问吧。醒不了呢。把大夫叫过来。是。连还没怎么着呢，先吓死个把人。
我跟你说，这帮女学生可都是千金，家里要是找咱们来赔，咱可赔不起。别说千金了，半银也没有，就咱身上那点毛票，也就够吃几碗热炒手的。哎，醒了，准备好入伙不？来吧，起来吧。柳哥，柳哥，几点了？都半夜了。哎呀，我怎么睡在这儿了？怎么样？一带进刑讯室，一看这刑具，这些小姐们有啥说啥，连你不问的她都说。他们承认自己是共产党了？蹦着高的人，生怕自己跟共党没关系。都在口供上签字画押了？六哥，我不会干这没屁眼的事儿。可万一有人说我们威逼恫吓、屈打成招，烟，你打他们了？没有。你逼迫他们了？没有。那就是你吓唬他们了。那我在我自己的地盘，我秉公办事。那刑具就是些家具，摆那让人看的，这不犯法吧？总不能让我去咖啡馆审吧？别说他们承认了，就是他们矢口否认，在那些言论激进的分子当中，谁敢保证没有共产党呢？没错，我看那个叫冷梅山的就像，除了骂人，他什么都不认。他有军方背景吗？刘哥，你这么关心这些人的军方背景，是不是怕某些作战部队的高级长官让共党给拉下水了？不错，打仗是军队的事儿，对付共产党是我们的事儿。我不希望因为我们的疏忽，给国军在战场上带来不利的后果。可如果仅仅是怀疑，临阵换将可是兵家大忌。这一旦捅到上头，万一委员长发起火来，一插到底，宁肯触犯大忌，也绝不心慈手软。如果让共产党钻了空子，那后果可不是兵败如山的问题。我明白了，你就吩咐该怎么办吧。你按图索骥，尤其是围剿陕北共区的部队，逐个清查。凡是跟那些阔小姐有联系的，不管是谁，绝不手软。警笛声在黎明的时候响起，被逮捕的女学生架不住军统特务的威胁恐吓，软硬兼施，纷纷和某些并不相识的国民党军官挂上了钩，搅得山城一时乌烟瘴气，鸡飞狗跳。而郑耀先呢，他实际上只对围攻陕北的国军情有独钟，他要利用的就是那位师长李怀。
坐。这不对呀！国民党整编36师在陕北洛川布防，可师长李怀怎么会跑到山西去解职？说的就是啊，他在解之前，难道敢擅离职守，游山玩水？大战将至，国民党到底想搞什么把戏？这份被截获的军统电文上说，李怀有通共的嫌疑，真奇怪了，他怎么可能跟咱们穿一条裤子？李怀可是顽固的反共分子，跟咱们斗，不是1天2天了，简直是不可思议。山西，难道36师就埋伏在党中央计划转移出陕北进山西的路线上吗？有可能，完全有可能。不怕1万，就怕万一啊！赶紧上报中央，必要时修改转移方案。另外，派人迅速到山西一带侦查，摸清敌人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。党中央转移出陕北的行动计划，那是绝密啊！国民党偏偏在这个时候调兵遣将，把精锐的部队集结到这条路上，难道是我们的方案被泄密了吗？这文件非一定级别的人根本看不到。我从来就没有相信过常志宽是那条大鱼。那条大鱼肯定还在，而且还隐藏在我们的革命队伍里。那我们怎么才能找到他？在山城国民党军统高层里，潜伏着一名我们的情报人员，代号风筝。风筝。山城的地下党发来电报说，最近和风筝单线联系的陆汉卿同志牺牲了。那我们赶快派人和他恢复联络，风筝也许能帮我们找到这条大鱼啊。谁说不是呢？但风筝是从苏区派出去的，当年为了掩护他的身份，长征路上有关他的资料都被毁了。目前知道他是谁的那位首长到莫斯科去治疗枪伤，这种事情在电报里是不允许问的，只能等那位首长从苏联回来了。什么时候才能回来？说是很快。宝座。你来了。遵照您的指示，来了。公叔啊，在搞什么鬼？到底怎么回事？在下可全是谨遵您的吩咐。胡说八道！我让你去抓共党，没让你祸害军队。这不能怪我。这些共党疑犯当中，有不少和军方来往过密。按照规矩，我该不该调查？人家不过在一起吃了顿便饭，这你也要查？和共党吃饭，宝座，那问题可相当严重了。一顿饭有什么问题啊？啊，我们委员长和周恩来也一同共进过晚宴，毛泽东来山城谈判，也一起吃过不少饭。宝座，您这话可千万不能守着委员长说。我就当没听见。如果吃饭只是个幌子呢？公叔啊，公叔，我被人堵在这间办公室里，连家都回不去。今天上午，老头子给我打电话，劈头盖脸骂了我1刻钟。你去查军队，你也敢去查军队？军统本来就是负责军宪警部门的情报安全，查是正当的。人家现在骂我们军统倒行逆施，军官们联名上书国防部，他们高举着委员长龙庄照到委座府邸去闹事。你到底怎样才肯放人呢？啊！
在下不敢。放人，不就是您的一纸手令吗？只要您下令，我肯定放了共党。一范。六哥，六哥，毛座来了。哟，毛座上门，哎呀，实不敢当啊！哎，拿凳子。我多有不便，就不下床了。你去吧，孟叔。是。哎呦，你这脑袋撞在门框上了，这脸也青了。老六，我可算找到你了。找我很难吗？我这2天得了风寒发烧，天天跟这床上睡觉，像个孵蛋的老母鸡，没动窝。你高抬贵手，赶紧放人吧。放人？放什么人啊？就算哥哥这辈子欠你成不成，你赶紧把那几个女学生放了，要不然我非给国防部那几个老家伙生吃了不可。今天有人敢在望龙门看守所门口放枪，明天就会把大炮的炮口对准我家和办公室。毛座，您是说放了共产党？别提了，什么共党不共党的呀？你就赶紧放人，快，要刻不容缓。不是我不给您面子，那些女共党疑犯的口供，可都备案上交了。此事事关重大，一旦出了问题，这底下的弟兄们可不敢承担。老六，我知道你那鬼都怕的脑子，一定能想出好办法来的。你是我的活祖宗，活菩萨。就算哥哥求你了，你给大家留条生路行吗？哎，不对，是共产党要杀我，难道要我把脑袋递给他们？该找一条生路的是我。哥哥，你弄反了。老六，哎呦，哎呦，你这是怎么了？牙疼。牙疼不是病，那疼起来可要人命啊！您这一定是着急上火造成的。这样，再难，我来想办法。好，有劳六弟，有劳六弟了啊！拿走，都拿走。那如果再装呢？不装，不装了。为毛座排忧解难，责无旁贷。放弃我！放弃我！你怎么来了？你不也没回家吗？我这好心过来接你回家呀，怎么弄的？没事没事。我看看，我看看，我看看。你喝酒了？对啊，喝了点儿，没事儿。我不光喝酒了，我还打牌了，手气不错啊。和谁打牌了？和郑建民的太太啊，有什么不妥啊？你说呢？哎，这些年你广结善缘，要不是我喝酒打牌，你靠什么结呀？你也是知道的，这叫做太太外交。我是知道什么叫太太外交，但我让你喝酒打牌，没让你兔子吃窝边草，非但吃，看看情况。
向一心，你如今是我毛人凤的太太，不是你当年尾生英鲁更色诱陈果夫、陈立夫的时候。你知道大家私下叫我什么？叫什么呀？说啊！龟。龟。像，太像了。人家说的没错呀，你能屈能伸，不就是只龟吗？你疯了！我没疯，我这不是好好的吗？我看你真的疯了，你再这样下去，我把你送精神病院。毛起我，你这个笑面虎，别人说你是个活菩萨，我说你就是一尊阴菩萨、毒菩萨、恶菩萨。人等狠，你忍够了，等够了，你现在就想对我下毒手了是吗？大老板死了，马蹄用完了，你就想一脚把我给踹了是不是？向妍希，你真的是疯了。我疯了，我真的疯了，龟！哼，你就是那能伸能缩的龟。哎呀，中统军统，鸡犬相闻，却是老死不相往来。隔墙有耳，我非恶灵，只是想替您清清君侧。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我怎么听不懂啊？您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，又是黄埔4期生，这么简单的话，能听不懂吗？要是听不懂的话，就不会来这儿了。我呀，只是好奇，这中统怎么还会有听墙根的毛病啊？幸亏我有听墙根的毛病，否则怎么能替你出家贼呀？好，那你就跟我说说，到底是哪个贼？他偷了我什么东西？被烧死在防空洞里的共党叛徒吴福，难道不是他想要的东西？它就是您鞋子里的一粒石子儿，硌脚，您自己却不敢把它倒出来。天虎啊，这说来说去，又是你和老六这么点私人恩怨，你怎么就了不了呢？再说了，你了不了，也不该找我这么个不中用的半大老头啊。因为没有您的帮助，我们不能动他。我看是动不了吧。在山城，我们是赔了夫人又折兵，反送了高占龙的亲性命。大动干戈，派杀手坐飞机到延安，又奈何不了他呀。天虎啊，你知道的，我私下见你已经违反了军统的家规，这事儿传出去，我的位子可就坐到头了。没有万全的把握，我绝不敢劳您大驾。不过您目前的位子也该坐到头了。这头把交椅为什么要让郑建明坐？姓郑的后边还跟了一个唐纵。老头子就是想不到您，真是远香近臭。谁让您和他老人家是同乡呢？自古以来，这权力就是一把不带刃的刀。我毛人凤资历太浅，是个从崇德县出来的小科长，怎么能坐上军统的头把交椅呢？此言差矣。您没听见外边都在传，郑介民救而不认，唐纵待而不理，只有毛人凤在当军统的家。好，
好，我算你童言无忌。说说你的计划。我的木马计划需要您的帮助，否则我孤掌难鸣。怎么帮你？去掉郑耀先的手下。这说掉就掉，谈何容易？他的势力可是根深蒂固，就像水泊梁山，宋萧安、赵简之那是铁了心跟着他，现在又加上一个公树，徐百川不也是根深蒂固吗？我呀，劝你还是死了这条心。老六发起狠来，那可是个混世魔王，天王老子他都敢杀呀！高先生不能白死。天虎啊，我真没想到，你对你家先生高占龙这么赤胆忠心。像你这么有个性的中统特勤，整个党国打着灯笼也难找到第二个。一日为师，终生为父。你怀疑老六是共党吗？高先生曾经怀疑过他。陆汉卿之所以暴露自己，那是铁了心要拉他一起下地狱。我看，共党对他的恨，那可不是一般的恨，那是恨之入骨啊！一旦哪天他落入共党之手，我看，就算共党不识人，对他也是特例。不管他是不是共党，现在都是解决掉他最好的时机。三方都想除掉他。哪三方？您、我，还有共党。您难道愿意看到您的手下戴老板的重臣跟了别人？郑介民已经约他面谈了，如虎添翼的事儿，您愿意落在别人身上？郑耀先是孙猴子，可您却没有唐僧的紧箍咒。郑耀先杀共党叛徒，无非两个动机：第一，他是共党，想杀人灭口；第二，他不是共党，想要拆您的台。所以我认为，三方都想除掉他。天时地利人和，想不成功都难。天虎啊，我呢，是看你对你先生高占龙的一片忠厚之心。再说，老六也是戴老板协力的一粒石子，不是也没来得及倒掉他，戴老板就撒手人寰了。既然这样，那我的木马计划就可以实施了。您只要调开郑耀先的手下，其他的由我来做。有一件事儿，本不想叨扰二位。我说老毛是不会随意请客的。委员长呢，定在5月5日还都，我们军统呢就面临着谁走谁留的问题，不得已啊，只得坦诚相告。嗨，走到哪儿还不都是中华民国的天下？谁走谁留，有那么重要吗？局座，您有所不知啊，戴老板生前呢，安插在共党高层的特工影子，辗转送来一份情报，在我们军统潜伏着一名代号风筝的中共特工，所以为了党国大业，我必须对内部人员逐一甄别，只要有共党嫌疑，不论他曾经立下过多少战功，都不能带到南京去。你这是有所指？我指的就是老六。你的意思是，老六，他是风筝？他是不是风筝，我还不能最后确定，但嫌疑是有的。中统找到了他通共的证据。那个姓陆的共党已经死在老六的手上，那中统还敢说什么证据？我从来就没想过老六是共党，共党对他是欲除之而后快。那倒也是，据悉共党游击队对他下了追杀令，而且是格杀无论。说句实在的，我也头疼这瘟神。前几天他惹是生非，抓女学生，
委员长不光骂了你，我也遭到连累。局座呀，我们是同命相连呢。哎，你说这老六啊，他拉的屎总是我们在后面给他擦屁股。戴老板一死，老六要是不迂腐，就得考虑重新站队。你是怕他跟了我，让我如虎添翼吧？哎呦，局座，我们都是委员长的人。你的意思是把他除了？局座，您是不是言重了？老六不能死，他带着一干人马，只有他在，那些人才不敢恣意妄为。一把钥匙一把锁，怎能不给这把锁配上钥匙呢？那是，我觉得他也不能死，但是他还有他的手下，还是不去南京的为好。不带到南京，也得为老六找一个安身之处。他是军统的一面旗帜，关乎党国颜面。无论如何，也不能让共党喷他一根汗毛。共党的游击队一直在追杀他，一旦他们得手，在座的谁敢去面对委员长？委座对他是一直赞赏有加。局座所言极是。老唐，你说呢？我说今天是怎么了？军统竟然驴唇也对上了马嘴。我也以为局座所言极是。既然我们三个人意见一致，接下来的就是要考虑把老六放在哪儿，放在什么地方，才能让共党鞭长莫及。那还用找吗？老毛负责的那个渣滓洞看守所，不就是最好的去处吗？好啊，我看我们军统是驴唇对上马嘴了，那是个理想的去所。徐百川也在，老六也不寂寞，就这么定了，让他尽快去吧，免得夜长梦多。至于老毛说的风筝，我同意在军统内部逐一勘察。我们总不能躺在一个定时炸弹上回南京吧？自从戴老板遇难，我是真怕坐飞机了。谁知道哪个犄角旮旯里会藏着炸弹呢？待鸡撞待山，雨农死雨中。据说戴老板的遗体是被大雨暴冲了数日之后才被发现的，惨不忍睹啊！谁不怕呀？我也怕。六哥，接到调令了吗？在我口袋里。没把我弄死，那是因为老郑和老唐还要用我来牵制毛人凤。做人得想得开，权力啊，就是一把放血的刀。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；堆出于岸，流必湍之；行高于人，众必非之。您的优点恰恰也就是您的缺点。可是六哥，难道您就甘心任人宰割？没有你们这样敢打敢拼的老将，那些人能逍遥自在的数票子玩女人吗？抗战8年，您为中华民族危亡出生入死，没有死在日本鬼子手里，现在却被自己人当作绊脚石，要一脚踢开。绊脚石就是要被人踢开，你不要把心思都用在打抱不平上。现在是非常时期，国家积弱100年，再也经不起折腾。个人得失与民族与国家轻如尘埃。我的好六哥，您现在看看这党国上下，哪个不在挖空心思的占房子、搂票子、弄婊子？照此下去，祸起萧墙，根本就不用共党来打，我们自己就从心儿里、从根儿上烂成个一塌糊涂。党国大业，在某些人眼里，根本就是升官发财的敲门砖。想在浑水里趟出一片天地，难呐。有时候啊，
随波逐流，也不一定是一件坏事儿。至少可以明哲保身，众人皆醉我独醒。到头来，那些醉汉吐的脏东西，以你我的性子，会袖手旁观吗？可是，你如果伸手，你一个人能忙得过来吗？浑身是铁，又能碾出几颗钉子呢？所以要保持头脑高度清醒。如果有人放火，这个时候，你还可以选择是逃跑，还是救火。不像那些醉鬼，终究会被烧个死无完尸。刘哥的教诲，公叔都记在心上了。好兄弟，你练过剑吗？在训练班的时候练过。刚刚习武之人，持铁剑，几年练成，便仗剑云游四方，以为天下无敌。可一下江湖才知道，山外有山，于是改重剑，图一剑置对手于死地。当持重剑横行天下，可以傲视群雄的时候，又觉得以兵器之重来胜敌，显不出自家的本领，于是柳枝、木棍都可为剑。武学当中最高的境界，就是徒手无剑，仅凭手中的剑气，就可以杀敌于3步之外。刘哥说的，我都明白了。关云长是80星的青龙月夜刀可以杀人，孔明持鹅毛扇一样可以取下对方首级，运兵皆在谈笑之间，把敌人的百万雄师玩弄于股掌之中，这才是无剑的境界。目前我无法用重剑应对应，所以才要避重就轻，笑傲江湖。我知道了，刘哥，您的离开是对的，逃避对某些人来说，有时不见得是坏事。舞剑一样能杀人。先生，你要的牛排摆成熟了，绝对不带血丝。谢谢。哦，你的小蝴蝶还没来吗？能否帮我换一张唱片？当然，哪一张？他最喜欢听那首《嘉陵江上》。他是中国东北人。嗯。那一天，敌人打到了我的村庄，我便失去了我的天生家人和牛羊。如今我徘徊在嘉陵江上，我仿佛闻到故乡泥土的黄伯彻，去歌乐山渣滓洞。怎么了？不去？先生，你就饶了我吧，我还有一大家子人要养呢。这样吧，我给你双份车钱。你就给我10倍的车钱，先生，我也不敢去。你打听打听，
别说黑天，就是大白天，有几个人敢去渣滓洞？你把我拉到半道上总可以吧？这还行。怎么不走了？不是说好了吗？快到了就行了。这是快到了吗？快到了，快到了。好吧，今天碰上我脾气好了。走吧。谢谢。有上好的房间吗？有。带我去。另外，把你们老鸨给我找来。好，客官请。姑娘呢？实在对不起，姑娘们今天晚上都有客人了。要不你亲自披挂上阵？您说笑了，我都半老徐娘了。客官呐，您貌比庞安宋玉，我哪配得上伺候客官您呢？来这儿的人都是为了听悠扬琴声，闻浮动暗香，饮开怀之酒，宣达旦之笑。没有了姑娘，这些都成了屁。您也没容我把话说完呐。我这儿又来一位新姑娘，叫小凤仙，长得啊像水仙花似的，色加天下之色，声加天下之声，你肯定能相得中啊。那你既然知道我能中意，为什么不赶快把她叫来啊？那要看姑娘相中相不中您呢？咦，这倒是奇怪了，是他是客人呢，还是我是客人呢？客官，稍等片刻，我这就去叫他去啊。你们后庭院的姑娘架子也太大了，想见一面得雇请8抬大轿在门口等着。听你妈说你是新来的？她不是我妈，她是老鸨。看来这妓院的规矩
你还不懂吧？不就是那8条吗？哪8条？不许逃跑，不许热客，不许甩客，不许接近官场人物、地痞流氓，还有摇皮子，不许在开盘时偷活，不许私藏钱，不许倒贴热客，不许说8大块。何为8大块啊？早晨起床到吃早饭前，姑娘们不许说龙、虎、梦、灯、桥、塔、鬼、哭。先生有兴趣知道姑娘们对付客人们的9诀吗？哪9诀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。我看你是逗我开心，也可以说你是空有一副虚架子。姑娘如此怠慢客人，是不是该打？该打？谁打我？是你吗？你舍得下手？回答我的问题就这么难，还要想一想。还是那个老问题，你是客人呢，还是我是客人啊？若是我没有相中的客人，我有权利不接。这首跟老鸨一早定好的契约。后庭院老鸨的话能信？那是母鸡打鸣，公鸡下蛋。不过能答应你这一条，说明你不是个一般人呐。那你看我像一般人吗？不像。比起其他姑娘来，你脸皮更厚，仅此而已。笑话。告诉你，我没有相中你，我不是你想象的那种女人。那，你讨厌钱吗？我不讨厌钱，我接客是为了钱，可是我不会因为钱去接客。有脾气，有性格，仅此一点。我不高看你都不行，你是我见过的风尘女子当中最率性的一个。您是我在后庭院接的第1位客人，但愿也是最后1位。这么说，你中意我了？怎么称呼你？叫我六哥。六哥，你中我意了。我怎么觉得，倒像是你在勾引我呀？要不是看到你没有尾巴，我还以为你是一头小狐狸呢。我是你一个人的小狐狸。没看见我正抽烟呢吗？烟重要，还是我重要？这会儿是烟重要，没准过会儿就是你重要了。我身上有疤，怕你看见害怕。我不怕。一个不怕，多了就怕。六哥身上的疤是打小鬼子留下的。有些是，有些不是。不过给我留疤的小鬼子，现在都在阎王爷那儿吃宵夜呢。那六哥岂不是抗日英雄？
哎，别说我是英雄，英雄都没好下场，我宁愿当狗熊。六哥真会说笑，我的家人都是被小鬼子害死的。六哥打过小鬼子，就算是替我报了仇，是我的恩人。那，你可欠我的人情了。六哥的人情很难还哦，就像那高利贷、利滚利，恐怕你一辈子都还不上。那我要是不想还呢？那不想还，我也不能说到法院去告你啊。我看你这样子，好像是看上我了。对，我是在勾引你。荣幸之至。看你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，心里想着谁呢？8年抗战，8000里路云和月，国人不论男女老幼，都是眼泪伴随过来的。就像这中华民国，总有流不完的眼泪一样。我才懒得管什么中华民国，我就想着此刻六哥对我好。六哥，我心里有团火。有种，见到这种场面，你居然没尿裤子。没事了，都过去了。郑耀先命大，再一次躲过死劫。不过他深知自己无论如何不能再招摇过市了，于是打电话给徐百川叫来囚车，直奔歌乐山下的渣滓洞看守所。随后他将自己关进这间监狱，并且判了无期徒刑。这一手令那些想杀他的各路神仙，包括国民党中统和军统，也包括共产党游击队，都始料不及。今夕何事，乃不知有汉。无论魏晋，得进小楼成一统，不知春夏与秋冬啊！四哥，咱们的日子现在过得像神仙啊！自己的这1亩3分地，就是我们的世外桃源啊！瞧把你美的！你把毛人凤整成那样，据说他这大半辈子过去，只为4个人哭：爹妈、死去的戴老板，剩下的就是你了。那是他自找的。军统、中统、共党，行，你只要敢来，我马上就躲出去。这渣滓洞，3面环山，1面临沟，想找到我，门儿都没有。都混到这份上了，你也笑得出来？不瞒你说，我
真他娘的觉得脱离了苦海。骗你，我是小狗。那倒是啊，这回你算是安全了。可在这儿能不安全吗？咱们军统总不能兔子吃窝边草吧？何况要想弄死你，也不至于等到现在。中统要想找你麻烦，可在咱们的地盘上，弟兄们也不是吃干饭的呀。至于共党，他们倒是想进就能进，地方不够住，还可以往白公馆送。中美合作所的那些美国人都走光了，现在白公馆又从招待所变成了监狱，再不济还有西风集中营啊，那才叫大学呢。只是为难了嫂子，这段时间你总陪着我，嫂子没问题吧？他好办，人家现在那小日子过得那叫舒坦。吵架了？不说这个了。老六啊，你也老大不小子了，家里也该有个长舵子了。咱们兄弟俩义结金兰10几年，你还不了解我吗？我不愿意受约束，也惯了。